真我 GT8 Pro 一台跟理光联名的重视影像的手机。之前一直很忙，没有做它的对比节目。那春節期间有时间了，咱们把它给補上。本期看点如下，推薦大家仔細去看。既然到了春節了，那先要給屏幕前的各位拜個年，也祝您還有您的朋友以及您的家人在新的一年裡邊心想事成，萬事如意。那真我这台手機從售價上說呢，它是中檔手機，但是它再加一些錢呢，就能買到各家的普尔級旗艦了。比如說這回要對比的 OPPO Find X9 Pro， 它倆也是一家的。看对比前呢，還要嘱咐一下各位啊，如果你真的在乎手機影像的話，希望你不要過分的在意輸贏，要像下面這些朋友一樣，拿起設備積極的參與到攝影中來。還有就是別忘了點讚和加關注支持我們啊，尤其是加關注，這點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下面就看看本期的攝影環節有哪些網友的攝影作品入選了吧。器材虽然分好壞，但是攝影不論器材，能成像的設備都能參與到攝影中來。歡迎收看 ZPH， 別忘了點讚和加關注支持我們啊！那下面就看看這兩台設備的表現吧。那麼這兩台手機在後攝焦段分布上可以說是非常接近的，都是主攝跟超廣角和3倍的中長焦鏡頭。那現在看到的就是真我的拍攝界面，0.6倍超廣角，1倍的主攝，2倍是主攝的數碼變焦，3倍呢就是光學長焦鏡頭，6倍是長焦鏡頭的數碼變焦。當然了，在拍攝界面裡也可以進入理光 GR 模式啊，就是模擬理光 GR 相機的拍攝模式。這個時候只有2個焦段可以選擇，一個是28焦段，一個是40焦段，它們都是主攝的數碼變焦啊，都不是光學焦段了。屏幕的左上角呢也能切換取景的形式啊，當然这都是設計的小巧思啊，跟實際的成像表現沒有關係。現在是 OPPO 的拍攝界面，同樣的它也是這些焦段分布按鈕，0.6倍的超廣角，1倍的主攝，2倍是主攝的數碼變焦，3倍是光學長焦焦段，6倍是3倍鏡頭的數碼變焦。但是有一點是不一樣的， OPPO 在繼續點擊6倍數碼變焦的時候，再次切換出來推薦讓你用的數碼變焦焦段是 13.2倍，而真我那邊是12倍啊，這個區別到底是因為什麼產生的呢？現在看到的是兩台手機色彩模式的對比，真我這邊用的就是理光 GR 模式以及 GR 模式裡的各種色彩模式， OPPO 這邊用的就是廣受好評的大師模式以及它默認模式下的2種單色模式。OPPO 的大師模式裡邊就沒有推薦的其他色彩模式了，但是你可以手動調節色溫呀、暗角啊這些。真我的理光 GR 模式裡邊還有除了默認以外的其他色彩模式啊，這裡我就用了默認模式跟2種黑白模式，它還有正片模式跟負片模式。所有展現出來的這些色彩模式呢，肯定跟什麼真實的色彩還原呀、所見即所得呀、跟肉眼看着的相近啊，跟這些都沒有關係啊。但是它們都很好玩，都很有意思，都是在你拍攝過程中廠家推薦讓你去多多嘗試的色彩模式，可以提高你對攝影的樂趣，也可以用這些色彩模式來表達你拍攝時的心情。那至於什麼模式適合什麼場景，或者說什麼模式適合你的創作呢？那只有你自己親自動手去嘗試，親自動手去拍，來自己總結了。後面對比測試的標準，我們用的就是手機的默認設置，拿起來就拍。前面的這些色彩模式呢，我們就不再應用了，因為任何的色彩模式也改變不了設備的光學性能以及解析力。
測試的時候，两台手機的系統都已经升级到了最新正式版。那麼下面我们就从主摄開始聊。那麼從硬件參數上說呢，真我的感光器尺寸是沒有 OPPO 大的，光圈也是沒有 OPPO 大的。那沒有辦法嘛，它售價便宜嘛，有些成本該省就得省。不過呢，咱們還是要看實拍效果啊，我估計白天的表現還不好說誰強誰弱呢。那前面說了啊，測試用的就是手機的默認設置，方法就是拿起來就拍。兩台手機的主攝雖然說硬件不同，但是它們的色彩風格調教呢還算接近啊，就是天空的顏色差別有點大。你們更喜歡哪邊的效果呢？還有就是两台手機在默認模式下，它們的主攝都是可以輸出高像素模式的。现在它們都是2600萬像素的啊，而且真我這邊有時候會直接輸出5000萬像素的照片，前提是拍攝的場景 HDR 多張合成的難度不大啊，這點跟是否是晚上還是白天沒有關係，主要還是看多張合成的難度。那麼在第一個場景中，解析力方面，你還別說啊，還是 OPPO 的強一些。再看第二個場景，自然紋理也是非常豐富的啊，兩邊的色彩風格依舊是十分接近。但是天空呢，剛才是真我這邊鮮豔，這回是 OPPO 的稍微的鮮豔一點點，而且這回在解析力方面，兩邊極為接近了。那現在看到就是兩台手機5000萬像素高清模式的對比了，這就不是他們默認狀態下的高質量模式了，就是手動選擇的高清模式了，他們都是5000萬像素的。解析力方面，老實說，真我這邊倒是不錯啊，可惜高光部分出現了重影，這就是典型的 HDR 多張合成出現了失誤。那咱們可以再看一組對比啊，這個場景沒有那麼強烈的高光了 ，HDR 多張合成的難度呢也就沒有那麼的強了。解析力方面，這回兩邊差不多了，甚至有些地方我認為是真我的表現更好一些。而且我喜歡真我這邊的顆粒感，有點膠片的味道。OPPO 那邊呢，多少有些塗抹感了。那鏡組的光學質量，也就是邊角畫質把控方面呢，哎呀，真我這邊就比較可惜了。畢竟它的感光器又小，光圈又小，這都是有利於把控邊角畫質的地方。可是它的表現呢，並沒有比 OPPO 強。那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呢 ，OPPO 的表現自然就比真我強了。而且可以說明 OPPO 的每一顆主攝的鏡組制造成本都要比真我這邊要貴的。那真我這邊呢，看來就是成本該省的得省啊。再說超廣角鏡頭，兩台超廣角的硬件參數呢都列這兒了，就不挨個念了啊。總之從參數上看呢，它們的超廣角比較一般，參數並不亮眼，而且它們兩個之間也比較接近，視角也不是非常寬廣那種。那麼第一組對比中呢，確實可以發現 OPPO 的視角更廣一些，而且 OPPO 呢這回的高質量模式啊，自動開啟的是5000萬像素啊，已經不是2600萬像素了。那真我這邊好像超廣角都不會開啟高質量模式，它默認輸出的都是1600萬像素照片。那麼中心解析力方面，確實是 OPPO 這邊的解析力更高啊，只不過這個差距沒有像素數量差距那麼的大。再看一組對比，真我這邊依舊是1200萬像素 ，OPPO 那邊是5000萬像素。難道這個場景 OPPO 覺得 HDR 的難度並不是很大嗎？那麼中心解析力依舊是 OPPO 這邊的更強啊。現在就是手動選擇5000萬高清模式的對比。那麼在解析力方面，依舊是 OPPO 的解析力更高啊，而且這個差距比真我1200萬像素的時候還高。看來真我這顆超廣角的成本啊，確實被節約了。鏡組的光學質量，也就是邊角畫質把控能力方面呢，這次對比有點意思啊，需要考眼力了。其實真我這邊的光學素質是更強的，但是它整體這顆超廣角的解析力不行，所以邊角畫質看起來的觀感呢並不是很好啊。但是從光学素質來說，無論是左上角還是右上角，還是比 OPPO 這邊稍微強一點點的。再說中長焦鏡頭，那麼長焦呢，它們都是3倍的光學定焦鏡頭。從感光器大小上來看呢，它們是一樣的，但是光圈的大小是不一樣的，那就說明它們的感光器也許是一樣的，但是鏡組是不一樣的。对比樣片先從2倍焦段開始看，它們都是主攝的數碼變焦，兩邊拍照出來的色彩啊都挺好看的。真我這邊呢更豔麗一些啊，你們更喜歡哪邊的效果呢？那這裡要說一下，測試樣片我會拍很多組，在這個場景下，真我的2倍數碼變焦沒有開啟正常的 HDR， 照片出現了問題啊。總之呢，這種失誤呢 ，OPPO 那邊一直沒有發生 ，OPPO 的表現一直都是很穩定的。真我呢，只有這個場景出現了問題。那麼回到剛才那個場景，解析力方面也確實是 OPPO 的表現更好。
那現在就是3倍焦段的对比了，真我这邊的高質量模式開啟的是2600萬像素 ，OPPO 那邊呢是5000萬像素。那麼在解析力方面啊 ，OPPO 的強很多呀。他們倆的3倍長焦呢都有2億像素高清模式，需要手動打開啊。那麼這個時候在解析力方面啊，依舊是 OPPO 的更強啊。不過要說一下，他們倆的3倍鏡頭的2億像素啊，在這個場景下都出現了失誤。注意看高光部分，他們都出現了重影。看來2億像素的 HDR 多张合成对於他們來說都是有點難的。現在是6倍數碼變焦的對比，他們倆誰也不抖機靈了啊，都是默認輸出1200萬像素了。那這個時候，無論是解析力還是照片的觀感，都是 OPPO 的更好。現在真我是12倍 ，OPPO 是13.2倍，都是他們拍攝界面推薦你用的數碼變焦焦段。哎呀，放大一看，真我這邊重影比較嚴重啊，典型的 HDR 多張合成出現的問題。OPPO 那邊呢，高光部分紫邊嚴重啊，但是整體的觀感呢也是比真我強一些的。看來這个場景對於他們來說都不夠友好。現在是30倍超長數碼變焦的對比。你還別說啊，真我這邊要是能解決多張合成帶來的重影問題的話，它這邊的照片觀感，我覺得可能還會比 OPPO 更強一些呢。OPPO 那邊的解析力也還行啊，但是更多的都是數碼計算 AI 計算的結果。再說微距拍攝，這兩台手機都可以用長焦鏡頭來拍攝微距，就是3倍的長焦鏡頭。那麼從第一個場景來看呢，它們的景深都是非常淺的，長焦鏡頭拍攝微距都這樣啊。只要不是在一個焦平面上的物體呢，都很難拍攝清楚。你們可以理解成不在一個等高線上的，就是不在一個焦平面上的，都是很難把整張照片拍清楚的。那麼放大就看焦點部分呢，兩台手機微距效果可以說差不多。那再看第二個場景，陽光直射在岩石表面上，對 HDR 多張合成的壓力也是挺大的啊。這個時候放大看細節呢，也是看焦點部分啊。OPPO 的稍微強一點點。再說前攝，先看前攝自拍的表現，用的就是手機前攝的默認設置，沒有調其他的選項。在默認設置下呢，視角是 OPPO 這邊更寬廣一些。那真我這邊呢，也可以再把視角調得更廣一些。同樣的 ，OPPO 也可以啊。那麼在默認狀態下，兩邊前攝的效果都是不錯的，清晰度都很好，膚色也都很正常。但是我估計可能更多人會喜歡視角寬廣的前攝吧。那從這方面來說呢 ，OPPO 的稍微強一點。再看前攝錄像的表現，兩邊防抖清晰度啊都是還好的，但是顏色的區別是比較大的。真我這邊有點偏紅了 ，OPPO 那邊的膚色看起來更正常一些，但是它在從陰影過渡到陽光直射的場景時，臉部會出現一些過曝。那麼在過曝這方面呢，真我表現還是不錯的，就是整體的顏色沒有 OPPO 的好看。再看人像的對比，用的就是手機人像模式的默認設置，沒有調其他的選項。拍攝當天呢是陰天，到處都是漫反射，所以也就不分陽光直射跟陰影的場景了，哪都一樣。從人像對比來說，這回是 OPPO 的面部更偏紅了，真我的表現倒是更正常一些。但是真我的面部呢比較偏平，光影的變化呢比較弱。OPPO 那邊的人物面部看起來更立體一些。你們更喜歡哪邊的效果呢？再看直出擴張度的對比。兩台手機呢，咱們還是分開說。先看真我這邊的表現，在默認狀態下，主攝跟超廣角的表現都非常理想啊。在這種大光比的環境下，都能保留高光跟陰影的細節，樹枝與天空的分界過渡也都是非常自然的，暗部也沒有偏色，也沒有發虛，它們都能滿足你拍攝完照片之後在後期的需求。當然了，這種大光比的場景，我們也測試了真我自帶的理光 GR 模式。那麼這個模式下呢，它的暗部細節或者亮部細節丟失就比較明顯了。當然這個模式啊，就是讓你拍完照片直接用的，並不推薦你在後期了。如果你想拍完之後在後期照片有豐富的後期空間的話，那麼就踏實的用默認設置就好。那 OPPO 這邊的表現跟真我也是一樣的，在默認設置下，無論是主攝還是超廣角，在這些大光比的場景下表現都是非常優秀的。都能保留豐富的亮部跟暗部的細節，方便你拍完照片之後在後期。當然了 ，OPPO 肯定也得測試一下大師模式的表現啊。那麼它的效果呢，跟真我的理光模式也是一樣的，會損失一些亮部跟暗部的細節啊。那麼大師模式也是讓你拍完之後直接出片的，並不建議你在後期了。如果你想拍完之後有豐富的後期空間，同樣的用默認設置就好了。那把這兩台手機放在一起對比的話，在某些極限的場景下還是能看出來啊，
是 OPPO 的直出擴張度表现更好一些，亮部跟暗部的細節保留得更完整。再看夜景的对比，这两台手机在城市夜景测試環境中表现出来的性格是一样的。可以看到主摄的表现是非常优秀的，亮部跟暗部的细節呈现都是很好的，而且是直出的状态下就有很好的效果。但是超广角则不然，到了一些难度比较高的场景呢，亮部细节呈现会出现问题。当然这是在直出的情况下啊，直出的成片速度是非常快的，摁下快门就能成像，方便你拍摄一些好动的小孩啊、小宠物什么的。那麼如果你想在这些场景下拍出亮部細節比较丰富的超广角照片呢，你就打開自動夜景就可以了。但是有自動夜景之後呢，在暗光下成像的速度會變慢，不利於你抓拍一些好動的被攝物體，而且連拍的速度也會下降。離開喧囂，來到城市比較昏暗的場景，主攝的表現雖然說一個拍出來亮，一個拍出來暗，但是細節呈現是差不多的。那麼超廣角的表現也是如此，只不過剛才主攝呢是真我亮啊，現在超廣角是 OPPO 的亮，但是哪邊亮不管用啊，細節呈現兩邊還都是差不多的。那麼再看長焦在城市環境中的对比啊，那麼測試結果呢很簡單，從2倍的數碼變焦到3倍的光學焦段，再到6倍的數碼變焦，再到他們推薦的真我是12倍 ，OPPO 是13.2倍的長焦对比啊，他們的表現都是非常接近的。到了城市昏暗的场景，真我這邊就吃了長焦鏡頭光圈小的虧了，拍攝出來的照片呢看着更暗一些。不過呢，它們的清晰度倒是都一樣，從3倍的光學焦段，再到6倍的數碼變焦，再到10倍以上的數碼變焦，它們在清晰度的表現上還是很接近的。下面就是极暗環境的对比了，就要打開兩台手機的夜景模式了。那麼第一個場景呢，兩邊倒是沒有拉開差距，主攝跟超廣角的細節呈現呢是同一水平的。但是從健身器場景開始，對比就沒有懸念了。主攝在細節呈現方面確實是 OPPO 的更強一些。那麼大家覺得是感光器大小的原因呢，還是光圈大小的原因呢？大家可以再看一眼主攝的參數差距啊，光圈的大小差的確實有點多。其實根據以往的經驗啊，確實是光圈大小更左右極暗環境的細節呈現啊。超廣角的表現兩邊倒是同一級別的。樹林小路的場景也不會有懸念，主攝的細節呈現方面 OPPO 的更強。超廣角雖然說細節呈現差不多，但是顏色方面也是 OPPO 的更好。最難的祖傳神樹 Pro 場景細節呈現，主攝方面一定是 OPPO 的更好啊，但是差距沒我想的大，可能也是跟當時樹葉都掉光了有關係啊，環境的亮度還是比較亮的。那如果是夏天的話，那差距肯定會更大啊。超廣角呢就誰也甭說誰了。視頻錄製用的是手機的默認設置，也是最接近社交軟件錄製的效果。現在是主攝手持走路的表現，沒有架子，沒有穩定器。兩邊在顏色方面的區別就挺大的啊。顏色方面我更喜歡 OPPO 的效果，而且防抖也是 OPPO 的表現更好。現在是超廣角的錄製效果，兩邊這回的顏色方面比較接近了，防抖跟清晰度也都是不錯的。但是樹枝與天空的交接處啊，還是 OPPO 處理的更好一些。現在是2倍數碼變焦的對比，它們都是主攝的數碼變焦。這回畫面的差別還是很大的啊。論清晰度、論細節呈現、論效果，都是 OPPO 這邊更好。雖然說兩邊在顏色的區別也是非常大的啊，但是在這種畫質的區別下，顏色就不值一提了。現在是3倍光學焦段的對比，這回在清晰度、防抖方面，兩邊是同一級別的了。這回就可以說顏色的區別了。你們更喜歡哪邊的顏色效果呢？我個人更喜歡 OPPO 的效果。現在是6倍數碼變焦的對比，它們的清晰度跟防抖依舊是同一級別的，差別嘛，也就是顏色上的區別了。這回對比度方面啊，真我的表現比3倍時候要強。那麼你們更喜歡哪邊的效果呢？現在真我是30倍 ，OPPO 是18倍，都是他們最遠的錄像數碼變焦焦段了。雖然說真我這邊看起來望遠的效果更好一些啊，但是這個清晰度嘛，也就那麼回事兒吧。這樣對比清晰度啊，我感覺 OPPO 也不輸它，對吧？兩邊的防抖都不錯。現在是主攝夜晚的錄像表現，真我這邊的清晰度還是非常高的啊，而且顏色我甚至覺得比 OPPO 還要好一些。但是暗部的細節呈現呢，還是 OPPO 的更好。現在是超廣角的夜晚錄像對比，那肯定是 OPPO 的效果更好啊。現在是3倍長焦鏡頭在夜晚的錄像对比，真我這邊亮度看着挺高的啊，
但是你看这清晰度跟解析力的差別還是有的 ，OPPO 明顯是要更強的。兩邊的防抖跟白天比呢都有所下降。現在是6倍數碼變焦的對比，兩邊都有拖動的現象啊 ，OPPO 這邊好像更明顯一些，但是在清晰度、在解析力方面，依舊是 OPPO 的表現更好。現在是10倍焦段的對比 ，OPPO 那邊拖動的效果更加明顯了。真我這邊的畫面看起來更亮啊，但是清晰度依舊是不如 OPPO 的。下面就來總結一下這兩台手機在這次對比中的表現。還是要提醒大家啊，如果你真的在乎手機影像的話，請不要過分的在意輸贏，還是要像本期攝影環節入選的這些朋友一樣，拿起設備積極的參與到攝影中來。那至於這兩台手機的對比呢，先說白天的表現吧。主攝綜合來說是 OPPO 的表現更好，但是真我自動高像素的照片輸出啊，可能会在下期对比其他家普尔吉旗艦的时候可能会有優勢啊，咱們到時候再看。那麼超廣角、長焦微距這些都是 OPPO 的更好，前攝和人像的效果呢，各位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去判斷。指数扩散度的表現是 OPPO 的更好，夜景的表现也是 OPPO 的更强。錄像無論是白天還是夜晚，綜合來說呢，也是 OPPO 的更好。但是 OPPO 的長焦啊，到了夜晚錄像的時候也有它自己的問題。那麼到了結尾呢，大家也可以說一下你們更喜歡哪台手機的造型，哪台手機的长相呢？喜歡真我的打1，喜歡 OPPO 的打2。還有這次真我的後攝區域啊，是可以拆下來換造型的。擰下這兩顆螺絲之後呢，你就可以換上各種各樣的後攝造型了。這個設計呢，我也是很喜歡的。OK， 到結尾了，看完前面內容，希望在選擇方面為您提供了幫助，也希望您能喜歡我們的節目。別忘了點讚和加關注支持我們啊！我們下期節目再見，拜拜。